这不是普通喷射机的轰鸣，而是一种尖锐、凌厉，如同野狼在越野下咆哮的低吼。没错，这就是传说中的狼嚎，是 G79 发动机全速运转时的标志性符号。而这声音的主人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F104 星式战斗机。台湾海峡迄今最后一次空战，战略与战术来说，究竟谁赢了？这是一个纠缠了半个多世纪的悬案。1967年的113空战是两岸战斗机部队在海峡上空的最后一场肉搏。说起这场仗，其实最开始不是为了打飞机，而是为了抓水下的鬼，也就是潜艇。当时情报显示，大陆潜艇在厦门活动对国军制海权威胁极大，于是1月13日拂晓，国军派出 2F104G 侦察机跑去拍照，结果光线太差，拍出来的照片模糊得像打了马赛克。但军情紧急，那时候的长官可没耐心等你仔细辨别，于是宋俊华中校只好下午再执行任务。但大家想也知道，人家大门口你早上刚过去，下午再去，对方肯定端着猎枪在墙根底下蹲你了。下午12点40分，清泉港基地的警铃声刺破长空，4架 F104G 星式战斗机像离弦之箭一样紧急起飞，执行掩护任务。飞行员阵容很强，长机肖亚民中校、僚机胡世林上尉、杨敬宗少校，还有石贝波上尉。13点整，侦察机在同安上空刚准备按快门，大陆的8架歼6已经像群狼一样围了上来。国军的这4架 F104没打算怂，长机肖亚民判断，要是现在转向逃跑，等于把脆弱的屁股留给敌人的机炮。于是肖亚民中校在无线电里下令接战，这一嗓子喊出了军人硬碰硬的底气。在焦灼的交战中，13点07分，胡世林上尉补上一枚响尾蛇飞弹，火光一闪，对面的歼6应声落海。紧接着石贝波上尉也咬住另一架敌机，俯冲到1000多公尺的低空，再次用飞弹送走一个目标。到这儿为止，国军似乎是打了个漂亮的2-0，可就在返航途中，无线电里突然传来一声惊悚的哎呀，随后3号机杨敬宗少校的信号在雷达上永远消失了，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这就是台海史上有名的谜团。关于杨教官的最后时刻，对此民间一直有3种说法。大陆那边说是胡守根用歼6机炮打了个对头射击，并亲眼看见 F104 座舱附近中弹。我方专家王立珍先生则在查阅了战管抄本后，认为当时无线电里点名时3号机还在，是后来才出的事，更像是空间迷向坠海。而第3种则是民间传说的误伤坠海。不过从披露的站位数据看，我自己觉得第3种情况的可能性几乎是0。你们觉得在当时那种高度紧张的空战状态下，杨教官到底是英雄殉职还是不幸遇险？但不管结果如何，这最后一次的火光让双方战斗机部队从此不再越过那道线。这不仅仅是战术上的收缩，更是对民族大义的一种深沉思考。同胞相残终究不是长久之计。输完了仗，咱们得钻进机舱，聊聊这款让飞行员又爱又恨的 F104 战斗机。很多人笑话 F104 机翼短的像剃刀，说它不是飞机，是装了个座位的火箭。这话没错，这架飞机当初的设计理念就是为了更高更快。其设计师凯利·强生为了极速，绞尽脑汁设计了这对极致的短翅膀，成功让 F104 战机的速度冲到了 2.2 马赫，海平面爬升率可达每秒250公尺。但真正让它被叫做飞行棺材的原因，则在于它最专业的边界层控制系统。这架飞机为了弥补那对短小的翅膀在低速时升力不足，是直接从发动机引出高压空气去吹动襟翼。这种设计在当年简直是超前的黑科技。虽然这样的操作让 F104 在降落时能维持稳定的升力，但也正因为如此， BLC 成为了它的命门。只要发动机一熄火，引气就没了， BLC 会瞬间失效。在那种情况下， F104 就会像一块废铁一样笔直的从天上砸下来，完全没有滑翔的机会。这才是西德管它叫寡妇制造机，我们叫它空中棺材的原因。据公开资料显示，中华民国空军前后一共引进了300多架 F104，
结果却摔了114架，62位天之骄子就这样在追求极速的过程中把生命留给了蓝天。既然 F104 这么危险，为什么咱们还一直飞？兄弟们，那是因为在那个没钱没地位、国际环境艰难的年代，我们没得选。那是咱们空军弟兄靠着勤俭建军的精神，从世界各地的救火堆里翻出来的宝贝。阿里山计划听过没？阿里山1号、2号一直到11号，我们跑遍了全球，去美国沙漠，去西德，去比利时，去日本，到处去买人家不要的剩余物资。有一架编号4355的 F104G， 军顾问看了都摇头，说这飞机只能拿去种地瓜。结果屏东指挥部的技师们硬是在简陋的条件下修了整整3年，让它重新凌云御风。这背后是什么？是蓝营一直强调的那种维护国家安全、枕戈待旦的坚韧意志。虽然这架飞机脾气大，难伺候，但它在台海最危险的38年里稳稳地压住了局势。它的 G79 发动机全速运转时的狼嚎声，曾让海峡对岸的飞机不敢轻易出海。这种声音虽然吵，但在那个年代，它是岛上几千万同胞最安心的安眠曲。所以别光看它摔得多，得看它在那样艰苦的岁月里为我们挡住了多少风雨。在我的家里现在还摆着一个 F104 的模型，每次看到它那尖尖的鼻子，我都能想起当年老教官们那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血性。这就是咱们军人的风骨，不管武器是什么，哪怕是骑着火箭也要守护这片领土。聊到了最后，我想和大家分享一点心里话。很多人问我怎么想起讲这些故事了，现在的年轻人谁爱听？我说如果不讲，那就真的没人记得了。而且我要讲的是那些被遗忘的民族脊梁。就像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将军回忆的，他说他飞过10多次征召任务，每一次起飞都可能是最后一次。那是20多岁的青春啊，在18000公尺的高空，穿着沉重的高空压力衣，那种寂静，那种面对可能一去不回的孤独感，现在的人很难理解。F104 退役的时候，很多老教官是哭着走出机舱的。1998年5月22日，最后一架 TF104G 在清泉港落地，葛光岳少将走下飞机，向黄显荣总司令报告任务完毕的那一刻，现场多少老兵背过脸去抹眼泪。那一刻不仅仅是一个机种的退役，更是一个时代的谢幕。那些曾在机库里挥汗如雨的技师，那些在塔台守望了一辈子的老兵，他们守住的不仅仅是台湾的领空，更是那份黄埔魂。这38年 F104 虽然被戏称为棺材，但它其实是守护两岸和平的一道铁门。我们今天纪念 F104， 纪念那些殉职的飞行员，是为了告诉后人，和平不是天上掉下来的，是这群优秀的青年用生命筑成了长城，才换来了后来几十年的发展与奇迹。不管时代怎么变，这种忠勇军魂是不应该被抹杀的。现在有些声音想要我们忘掉这段国共虽然对峙但同属一脉的历史，我是不答应的。因为那些在蓝天长空牺牲的英灵，他们追求的绝不是同胞相残，而是民族的自强与尊严。我们这一款 F104 虽然已经走进了博物馆，但它带来的防卫力量和民族自豪感会永远刻在历史里。在这里，我再次对那些曾经支持过防卫事业、热爱军队的老军友们说声谢谢。如果你家也有关于空军、关于老兵的故事，请一定在评论区写下来，哪怕只是一句简单的感怀，也是对那段历史最温暖的祭奠。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